越南高铁8天反转，继中国亚万模式后梦碎，西蒙子敢接坑的真相曝光。家人们，8天就8天，一个国家的高铁梦从举国狂欢直接摔进全球笑柄的泥潭。越南最大财团前脚刚跟西蒙子签完合作协议，后脚连夜跑路，股票全线跌停，首富一天亏掉20亿美金，相当于140多亿人民币蒸发。这波操作直接让全世界都看傻。但最让人看不懂的是，德国西蒙子作为全球高铁界的老牌巨头，难道看不出越南高铁是个无底洞吗？为啥明知是坑还敢果断接盘？是真有把握让项目落地，还是另有不可告人的图谋？更关键的是，越南放着中国亚万高铁这种现成的成功模板不用，非要跟西方死磕，最后不仅自己梦碎，反而给中国高铁做了全球最强背书。今天这一期咱们就把这事儿扒得明明白白，从越南20年前的高铁执念，到西蒙子的商业算计，再到中国模式的真正优势，全给你讲透。看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出闹剧背后全是格局和算计的较量。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先给新来的家人补个背景，越南要建这条南北高铁，全长1541公里，从2006年就开始喊口号，喊了快20年，别说1米轨道，连个靠谱的方案都没定下来。中间跟中国谈过，跟日本聊过，结果全黄了。为啥呢？因为越南的心思根本不在建高铁上，而在白嫖技术上。给新来的家人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年5月，越南政府主动对接中企谈合作，将中越铁路互联与越南高铁建设捆绑，还抛出3条霸王条款：100%无偿转让核心技术，招投标阶段签完技术转让协议，要求中企全额垫资670亿美元，逼退中企。中企退出后，越南宣称离了中国照样行，联合德国企业西蒙子，并让搞房地产电动车的 Vin Group、卖汽车的长海集团这2家民企牵头项目。12月17号 ，Vin Group 与西蒙子签约，计划先建2段短途高铁。越南举国欢腾。然而仅8天以后，12月25号圣诞节 ，Vin Group 便宣布撤资，他的股票全线跌停，老板潘日旺单日亏损20亿美元。核心原因就是这个项目是财政黑洞。越南2024年财政总收入775亿美元，高铁造价670亿美元，占比近90%，政府无力承担。建成后年运营成本42亿美元，加本金利息等，每年巨额亏损。Vin Group 预算未来30年每年剩余收入连利息都不够付，跟政府索要35年零息贷款无果，选择及时止损。讲到这儿，核心问题就来了，越南的困境这么明显，德国西蒙子作为老牌企业，不可能看不出来吧？为啥还愿意签这个合作协议？难道真的有把握搞定这个烂摊子？其实真相很简单，西蒙子根本就没打算救越南于水火，而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这算盘珠子从越南都蹦到我头上来了。这背后藏着3大图谋，每一个都精到了骨子里。第一个图谋，只捡肥肉，不啃硬骨头，稳赚不赔。很多人以为西蒙子接的是越南1500公里的南北高铁全线，其实不是。根据协议西蒙子只负责提供车辆、信号、通信，还有供电这些关键铁路系统，还要负责列车跟系统的维护工作，根本不管最核心、最花钱、最费力的打隧道、架桥梁、铺轨道环节。而且他们签的只是2段短途线路，不是全线。相当于有人要建一栋摩天大楼，西蒙子只卖电梯跟空调，不管地基跟主体结构，建得成建不成，西蒙子都能先把电梯跟空调的钱给赚了。就算是最后项目烂尾，西蒙子也没什么损失，顶多就是少了后续的维护订单嘛。这种只卖货不兜底的合作模式简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商君书里说，利禄官爵，赚出与兵，无有一失也。商业场上就是如此，无利不起早。西蒙子从来都不会做亏本的买卖。第二个图谋借越南项目刷存在感。
布局东南亚市场。这些年，中国高铁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尤其是在东南亚，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一个个落地开花，把市场份额抢了不少。西门子作为传统高铁巨头，肯定不甘心被边缘化。而越南作为东南亚的重要国家，一直想当区域大国。它的高铁项目虽然不靠谱，但关注度极高。西门子跟越南签合作协议，很大程度上是想借这个项目的热度，向东南亚其他国家传递一个信号：我们西门子还在东南亚高铁市场有话语权呢。而且西门子最近一直在加强亚太地区的布局，比如在印度建了数据中心，聚集了200多名设计师跟工程师，就是为了抢亚太市场的增长红利，接越南的项目，就是西门子亚太战略的一部分。哪怕项目最后也落地不了，也能刷一波存在感，为后续开拓其他市场铺路。第3个图谋，技术转让留一手，只给皮毛不给核心。越南最想要的就是高铁技术，西门子也确实在协议里承诺了部分技术转让，但这种技术转让根本就是画饼。做过工业领域的家人都知道，核心技术从来不是靠一纸协议就能拿到的，而是需要完整的产业链、技术团队跟经验积累。西门子转让的大概率是一些成熟的非核心的技术，真正的核心技术比如列车控制系统、高速转向架制造这些关键技术，肯定会牢牢攥在自己手里。退一万步说，就算转让了核心技术，越南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根本消化不了。就像给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把屠龙刀，不仅他用不了，还可能伤到自己。西门子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才敢承诺技术转让。反正你学不会，我还能赚一笔技术转让费，何乐而不为呢？说白了，西门子接越南的项目，根本就不是想帮越南建高铁，而是想把这个项目当成了一个营销工具跟挣钱机器，能赚多少赚多少，赚不到随时抽身，完全没有把项目落地当成目标。这跟中国的合作模式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嘛。咱们就拿雅万高铁举例，这才是真正的互利共赢。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雅加达跟万隆，全长142公里，桥隧占比高达76%，要穿过地震带、热带雨林，建设难度比越南高铁还大。但中国给印尼的是一条龙全包服务，从勘测设计、融资贷款到施工建设、运营维护，甚至还帮印尼培训了419名高铁技术人员。结果怎么样？雅万高铁不仅提前建成通车，还实现了350公里的设计时速，把原来3个多小时的路程压缩到40分钟。截至2024年10月，累计发送旅客579万人次，单日上座率最高达到 99.6%， 连159个国家的33万外国游客都前来打卡。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带动沿线经济增长，万隆的游客数涨到了10%至15%，当地的小贩一天收入从10万印尼盾涨到了50万，翻了5倍。印尼媒体都感慨，雅万高铁是一带一路给他们的礼物。中国有句老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雅万高铁的成功就在眼前。越南但凡格局打开一点，借鉴这个模式，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但他们偏偏要把基建政治化，怕被中国绑定，想搞所谓的地缘平衡，结果呢，被西门子当枪使，最后落得个项目停摆、颜面尽失的下场。中庸里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真正的平衡是务实的共赢，不是盲目的排斥。越南恰恰他就不懂这个道理，而越南这出8天反转的闹剧，看似是自己的悲剧，反而帮了中国一个大忙，而且是2个天大的忙。第一个忙，给中国高铁做了全球免费的反向广告。之前还有人质疑中国的高铁技术实力，觉得咱们的优势只是价格便宜，但越南试过了德国、美国的方案，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美国 MG 投资联盟吹嘘要投1000亿美元，结果直接跑路，连注册地都被注销了。德国西门子看似靠谱，实际上只捡便宜不露底，这就反向证明了，在全球范围内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越南高铁这种高难度项目的只有中国。现在全世界都看明白了，中国高铁不是便宜，而是性价比最高、最靠谱的选择。第二个忙，把所有其他选项都排除了，倒逼越南回头找中国。现在美国投资方跑路，越南最大的企业 Vingroup 也退出，
剩下的竞标公司要么是空壳公司，要么是需要靠越南央行借钱才能活下去的濒临破产企业。可以说越南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如果他们还想把高铁修起来，就必须放下偏见，找中国企业合作。所以格局真的太重要。越南高铁梦碎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不要为了眼前的小算计，放弃长远的大利益；不要为了虚无的政治偏见，错失发展良机。越南如果能明白独行快，重行远的道理放下偏见，拥抱合作，高铁梦不仅能实现，经济还能再上一个台阶。如果继续折腾下去，最后只会耽误自己的发展。南北高铁20年，纸上山河未动边，西蒙一诺方出口，首富连宵已弃船。丈冷方知坑似海，梦醒才觉夜如天。回头最短修行路，缘在身边不肯前。最后送给越南一句话，也送给屏幕前的每一位家人：高铁不认意识形态，铁轨不听政治口号，修得起，跑得稳，算得清，才是真本事。越南绕了一大圈终究会发现，最短的路一开始就在脚下。